欢迎收看本期武器排行榜。在信息科技和自动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年代，大炮巨舰就成为了实力的象征。更大排水量的战舰和更大口径的舰炮能带来更加强大的远程杀伤威力。那么，自人类开始大炮巨舰理念之后，世界上产生过哪些超大口径的舰炮呢？本期武器排行榜和大家一探究竟。第5名，日本3年型410毫米口径舰炮。3年式舰炮是日本帝国海军在88舰队造舰计划中设计建造的战舰舰炮。该炮是第一个完全由日本自主研发的大口径舰炮，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16英寸口径舰炮之一。相对于同时欧美国家标准的16英寸406毫米口径战舰舰炮而言，日本3年型舰炮的口径达到了410毫米，主要是用于和美国海军相抗衡，并预定装备在长门级、加贺级、天成级和 G1级上。随后由于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署，日本的这门舰炮只有长门级完工，所以长门级成为了唯一型使用3年式410毫米口径舰炮的主力舰。此门舰炮改装后设计仰角为往下3度、往上43度、回旋3度每秒，射速为 1.5 到 2.5发每分钟。使用91式穿甲弹的时候，炮弹输出度为780米每秒，最大射程可以达到 38.72公里。炮弹使用人工装填的方式装填。安装此舰炮的长门级战列舰在太平洋战争之间被海军列为最后决战的主力舰，除了很少的出战，少数纸质的出战，也没有有效的战绩。二战末期，日本海军燃料匮乏，也无法提供该级战舰作战，因而基本上一直处于停泊的状态。在战后作为战争赔偿移交给美国，被美军用于核实验。此次战舰配备的3年型主炮也以410毫米口径位列世界第5的位置。第4名，英国 BL 457毫米口径舰炮。BL 18英寸 MK1 后装舰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由英国皇家海军所使用的舰载后装填现膛式主炮，它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沉重的火炮。此门舰炮炮管与后膛总重为151.39吨，长18.9米，发射炮弹炮口输出度为737.62米每秒，最大射程为37.03千米。此门炮诞生于皇家海军元帅兼第一海军大臣费舍尔所主导的大型轻巡洋舰计划，但是这门巨大的主炮安装在轻型巡洋舰上显得实在过于强了，所以在当时的试验中，这种舰只无法承受主炮激发带来强大的后坐力。后来改建之后，被用于潜水重炮舰沃尔夫将军号，在一战中对德国的通讯线路进行干扰，一共发射了81发炮弹，加上测试，总共发射了85发炮弹。此门舰炮只生产了3门，以457毫米口径位列第4名。第3名，日本94型460毫米口径舰炮。94式舰炮是日本帝国海军2战时期最重型舰炮，也是现代世界海军史上口径最大而且威力最大的已投入服役舰炮之一。整炮身重量达到了165吨，炮身长度为21.13米，俯仰角度为往上45度、往下5度。主要发射91式穿甲弹、1式穿甲弹和3式弹，炮口输出度为780米每秒，射速为每分钟1.2到1.5发，最大射程达到了42千米。其主要配备2战日本大和号战列舰和5战号战列舰。由于这2艘战舰主要是用于后方的主力舰队，所以在战场上面的作战次数和产生的战绩并不多。最后的一场战役是在1945年4月6日，史称举水特攻的对美军冲绳岛海域盟军舰艇进行自杀式特攻的任务。没想到当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美军发现，因此大和号成为美军航母特遣队的舰载机群集中打击，最终沉没在大洋。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实际大战绩，所以这门舰炮仅仅以460毫米口径位列第3的位置。第2名，俄罗斯帝国508毫米口径皮尔姆沙皇大炮。俄罗斯帝国508毫米口径皮尔姆沙皇大炮发展于18世纪中叶，于1986年根据海军部的命令铸造，是当时世界上开始制造口径最大的舰炮，用于对付越来越坚硬的装甲舰。此炮完工于1869年，炮管长度为4.9米，炮管的重量为45.9吨。在测试的时候，发射了314发炮弹，最大使用120公斤的黑火药、53公斤装药作为战斗装药，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2公里。在当时可以说是给海军部带来了信心。不过在研发的后期，发现这种前窗点的舰炮已经非常落后了，没有后膛装载的舰炮有作战优势，所以没能正式的列装服役。经当时的亚历山大2世做出决定，此门舰炮作为历史文物予以保存至今，以508毫米口径位列第2名。第1名，纳粹德国克虏伯533毫米口径实验舰炮。纳粹德国533毫米口径舰炮于1938年开始立项研制，经过4年的研发，在1941年完成原型的生产并进行了实验。此炮重量为329.8吨，炮管长度为27.7米，炮口炮弹输出度为820米
每秒，最大射程为47.5公里。根据一些资料，克虏伯的这门舰炮是为了德国巨型的 H 级战列舰而研制的主炮，但是由于二战末期纳粹德国资源匮乏，战争局势不利，所以 H 级战列舰并没有真正的开始生产研制，为它而研制的主炮也就没有用武之地。因而克虏伯公司仅生产出一门533毫米口径舰炮用于实验，也因为这一门实验用舰炮的诞生，让它成为目前为止口径最大的已生产出来的舰炮，故而排在第1名。本期武器排行榜到此结束，更多舰长视频和最新武器排行榜，欢迎关注武器量场，参考其内容。我们下期见。